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我们今天要来解读一本好书，什么书呢？就是您看到的这一本书，就是不开刀、不吃药，简单6招，膝盖不痛了。听起来很神奇，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日本教授所写的书，一个日本的翻译书。为什么选这本书呢？因为现在退化性关节炎非常的流行，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膝关节退化的现象，所以我们选这本书来跟各位解读。但是市面上在讲退化性膝关节炎的书非常多，但选这一本呢，是因为它的作者户田医师。户田医师呢，他是日本大阪人，他读完关西医科大学以后呢，顺便又读完了博士班，成为了专科骨科医师。成为骨科医师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的关西大学，就同样一个大学继续去进修博士班，拿到博士学位。然后他又到了英国跟美国去进修退化性膝关节炎的治疗方式，所以他目前是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炎的专家。那他也常常上电视，电视给他一个封号叫做膝关节评论家。那还有另外一个封号叫做不开刀的骨科医师，他都是用不开刀的方式来治疗退化性膝关节炎，所以他的经验还有他的研究成果应该蛮值得参考的。那这本书呢，我今天会精选3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膝关节为什么会疼痛？膝关节的疼痛的原因有很多，那退化性关节炎造成的疼痛是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就是来告诉大家护膝要怎么选择。那作者户田医师他也蛮推荐使用护膝的，但什么样子的护膝最好，我们等一下会说明。那最后当然是我们要来讲一下他的户田6招，就是简单6招就可以让你膝盖不要疼痛。当然说完全不要疼痛是比较困难一点，但至少可以延缓膝关节的退化。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讲说膝盖为什么会疼痛。大家都知道，关节退化呢，就是关节里面的软骨磨损的，随着年纪越大，活动越多，软骨磨损了，然后产生的退化性关节炎。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软骨里面并没有神经。那没有神经为什么会造成疼痛呢？上就有解释说，其实是因为软骨磨损的半月板破掉，那这些碎片呢往外压迫，造成挤压外面的副韧带，挤压外面的关节囊，所以造成关节囊里面的神经它感测到这些破坏，所以造成发炎，造成疼痛。那随着挤压越来越严重呢，会造成关节囊的松弛，还有外面的韧带的松弛。那所以呢，你这个患者也会变得越来越有 O 型腿的样子，所以如果你看到你家里的长辈怎么会越来越 O 型腿呢？这可能就是关节退化的一个症状。OK， 那越来越 O 型腿呢，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走路会左右摇摆。就是你如果看到你的长辈这样子走路一步一步这样左右摇摆呢，那你要看看他是不是有 O 型腿。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问他是不是膝盖会痛，它很有可能就是膝关节炎。那左右摇摆之后呢，接下来又会造成内侧的肌肉会更紧绷，就是膝盖内侧还有大腿后侧的肌肉更紧绷。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如果膝盖伸直也会觉得疼痛，所以他就会不想要把膝盖伸直，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这样会比较舒服。那久而久之呢，膝盖就没有办法完全伸直了。那膝盖没有办法完全伸直，其实非常困扰。通常你可能会觉得膝盖没有办法弯比较困扰，但是其实没有办法伸直也是蛮困扰的。第一个就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把膝盖伸直会不舒服，会影响你的睡眠。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要从椅子上坐着的时候要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膝盖伸直的动作，那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疼痛，或者是你蹲下去你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膝盖伸不直也会造成病人非常的不舒服。OK， 那再来呢，我们要讲说膝盖伸不直以后呢，其实它影响不只是膝盖，它会影响其他全身的关节。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用膝盖弯曲的方式来走路，你就自然而然上半身就会驼背，去代偿你重心问题。那越来越驼背呢，就会造成你
你走路会非常的用力，而且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良好的姿势，所以久了以后，你可能髋关节也会疼痛，你的背部也会疼痛，你的脊椎也会退化，所以一个小小膝关节的问题，最后可能会演变成全身筋骨都非常酸痛，演变成一个大大的问题。这个就是这一本书里面讲说膝关节为什么会疼痛，而且疼痛以后会造成这些接续的症状。那当然更严重就是你上下楼梯也会软脚，也会酸痛。那最后就是走平路也会酸痛，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膝关节炎了。那作者呢，第二点他就是推荐说，如果你有膝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非常建议你使用护膝。如果你有出外活动啊，要站比较久啊，要走比较多路的时候，建议你可以使用护膝。那护膝要怎么选择呢？我直接告诉各位，他建议各位选择缠绕式的护膝。缠绕式的护膝就是你去看它前面有一个圆圆的洞，可以让你的膝盖骨露出来。那上下呢各有2条魔鬼毡，可以自己粘起来控制松紧度的这种缠绕式护膝。另外一种比较常见就是穿戴式的护膝，有点像袜子一样从下面穿上来。那为什么不要选穿戴式的护膝呢？第一个就是说，穿戴式的护膝它其实大部分的功能就是保暖而已，膝盖支撑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少。那它只有保暖，当然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膝盖会着凉，就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没有错。但是它这个穿戴式的护膝可以保暖，但是它并没有另外一个效果。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如果你使用缠绕式的护膝的时候，你缠绕起来呢，它可以稳定一点，也就比较不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这个就是护膝提供了一个增加本体感觉，然后提醒你的肌肉出力的一个效果。作者提到说，护膝主要效果是这样子。那你可能会问说，我如果选择比较重型的护膝有没有效？例如说旁边有加2个铁条了，还可以调整角度的那一种啊，就穿起来就是像钢铁人的那一种，好不好？当然那个支撑的效果是最好，但是那种护膝大部分都是用在开刀以后，例如说十字韧带重建手术以后，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用来帮忙支撑的。如果你只是退化性关节呢，并不建议你使用那种重型的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使用重型的护膝，第一个你也穿不久，因为那个要穿戴非常的麻烦，而且穿了以后又非常的热，所以他书中建议选缠绕式的护膝，就选软软的那一种就好，然后上下各有魔鬼毡可以粘起来的，中间有一个洞可以让膝盖骨露出来的，这个才是最好的护膝。那接下来最后第3点，我们就讲到重点，就是他讲的简单6招到底是哪6招呢？其实它6招就是6个不同的体操动作来训练下肢的肌肉。很快的把这6招来讲一次。第1招跟第2招它是合在一起的。第1招它是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直抬腿运动。只要是在讲膝关节退化，在讲膝盖保健的运动，一定都会讲到这个直抬腿运动。他有告诉你，就是坐着的姿势呢，把脚伸直，以后呢，尽量可以维持10秒钟，再放下来。那尽量可以重复20次。那如果你大腿肌力已经比较够了，可以做比较进阶，就是不但把大腿伸直以后呢，再往外转，你可以发觉你的臀部就会出力更多。那也是一样，每次10秒维持20次，这是一个让膝盖伸展的大腿肌力训练。那第2个动作呢，它其实跟它同一组的。那跟它同一组，它是训练大腿后侧的肌肉，所以2个肌肉刚好是拮抗。这个呢，就是你扶着墙壁，那小腿就往后勾起来90度。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子太轻松的话，你可以在后面绑一个重物，例如说绑一个沙袋啊，一个装水的保特瓶之类，绑一个重物来增加做动作的困难度。那这个也是一样，勾起来以后维持10秒钟，那尽量可以做到20次左右。这个是训练大腿后侧的肌肉。那这2个动作是互相拮抗，分别是让膝盖伸直跟让膝盖弯曲的肌肉。那第3个跟第4个也是一组的，它是训练小腿。第一组呢是训练小腿后侧的肌肉，就第3个动作就是做垫脚尖的动作。垫脚尖一样是10秒，
20下。那第4个呢，就是跟它相反，是坐着以后要翘脚尖，就是把脚尖翘起来，训练小腿前侧的肌肉。那一样是10秒20下。那最后一组呢，第5个跟第6个动作，则是训练髋部的动作，分别是大腿的内收跟外展。大腿的内收很简单，就是你躺在地上或者躺在瑜伽垫、躺在床上，那中间你可以放一个枕头，或者是放一个软软的皮球，那就用大腿的力量把它夹紧。那这一样都是10秒20下。要外展的动作呢，就需要一些道具了。你可以去买外面运动器材行或者是健身房在卖的这个弹力带，把小腿、大腿把它缠住，就缠在膝盖的地方。就用力往外撑开来，两脚用力往外撑开来，一样是10秒20下。所以它所有的动作6个动作都是10秒20下。那分别6个动作可以分成3组。那前面4个动作呢，是训练大腿还有髋部的肌肉，它可以增加肌力，可以帮助膝关节的稳定。那在中间2个动作呢，它可以训练小腿，训练踝关节附近的肌肉，它是可以让你的本体感觉更加的敏感，让你的协调性会更好，让你走路会步态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就是户田简单6招让膝关节不疼痛的运动。那当然他还有提到说，要做这些运动其实有一些原则。OK，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循序渐进。你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从来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或许在做这些运动会有一点吃力，他可能撑不到10秒钟，或可能做不到20下。我们可以如果撑不到20下，我们可以从10下、20下慢慢开始。那或许我们可以做2个动作以后，就再休息一下，再做另外2个动作，就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操之过急。那第2个呢，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缓慢，就是不要很快。这膝关节最怕就是一个突然的动作，可能会让你的韧带、让你的肌腱受伤。所以呢，它动作就是慢慢来就好，一直到定位再撑10秒钟。那你在缓慢的做动作的时候，要记得你的大脑一定要专注在你用力的肌肉上面，这样根据研究呢，这样你的肌肉生长会比较快速一点点。OK， 那第3个原则呢，就是肌力训练需不需要每天做？其实不需要。肌力训练最好是隔天做会比较好，所以你就每2天做1次，或者是1个礼拜做3次，135或者是246。因为肌力训练的原理就是呢，我们让肌肉受力，让它产生一些微小的破坏。那同时它也需要休息，然后再修复，才能长得更强壮。所以最好是可以练1天休1天，练1天休1天。你如果每天练呢，反而会增加受伤的机会哦。OK。好，那这以上就是3个原则：量力而为、缓慢专注的活动，还有2天1次，这个是肌力训练的原则，可以套用在这6招上面。那你如果觉得这6招太简单了，想要增加一些有趣的运动呢？这本书它也推荐的飞轮跟水中有氧、水中走路肌力训练2个活动。他讲呢，飞轮呢，如果你到健身房去上飞轮课的话，因为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点，你跟大家一起运动才比较不容易放弃。当然你要自己在家里面买一台飞轮也可以，但是我看过很多人都是家里买一台飞轮以后踩了几次就没有再踩过了，所以可以考虑去上团体的课程，飞轮课。飞轮课呢，你只要坐垫调整高低调整的适当，其实是膝关节退化的人也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水中走路或水中的肌力训练，因为呢水有浮力，可以帮助膝盖支撑身体的重量，让你的膝盖负担不会那么大。所以你如果平常做肌力训练或者是走路健走会觉得膝盖疼痛的话，不妨试试看到水中走一走，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诊间呢，我常跟病人说要运动，他都说我都有在走路啊，我每天都健走半个小时、1个小时啊。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健走的姿势不良或者是强度不够的话，对你的膝盖不一定有好处。如果你的姿势不良，例如说你的膝盖已经伸不直了，只能弯腰驼背的走，然后膝盖弯曲的这样子走，因为这样子的话，地面的反作用力都会集中在膝盖的受力上面，这样对膝盖来说，长期来说它的受力增大，或许会增加磨损也说不定。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姿势不正确，也常会弯腰驼背，可能会造成全身的酸痛。
还有就是如果强度不够，你也没有觉得会流汗，也觉得不会累，不会稍微有一点喘的感觉，那对于你的体力也没有太大的帮助。OK， 这个就是今天主要分享书里面的内容。第一个呢，他就讲说膝盖为什么会疼痛，主要是因为软骨磨损以后造成的发炎反应，那挤压旁边的关节囊跟侧副韧带，造成走路一摇一摆，还有里面的肌肉拉紧的关系所造成的疼痛。那第二个呢，就是护膝一定要选缠绕式的护膝，就尽量不要选穿戴式的护膝，或者是那种重装备型的护膝。那第三个就是要注意下肢肌力的训练，今天教各位6招，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妨买这一本书来看，里面有详细讲解这6招要怎么做。OK， 好，今天的最后给各位一个练习题，就是在美国运动医学会建议每一个人每个礼拜都要运动至少150分钟以上。你这周运动了吗？这周你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做了什么运动？想一想，下周或是这个周末，你预备安排什么运动，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呢？赶快规划一下吧。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